姐，副机器里就这样吧。口谈，走。这是望楼，今日与你有大用。 你之前的那个人走到这里会问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想，来什么都是惊喜。多数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，但愿你不是。公子，人带到了，还请公子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是张小静。 我所犯之罪，乃十恶之九，是不义罪。刑部和大理寺定了斩刑，永无赦。我能让你得到赦免。大唐还没到是个公子哥就可以无视唐律的时候。你可姓李？公子，从调他出狱到方才，不曾有任何人透露公子身份。此处是景龙观旧址残垣。 低处西市外光德坊，左邻复建景龙观，右邻京兆府公廨。这园子荒废很久了，舆图上都不曾标注。有人说这是太子的私地。我姓李。 但我的李却不是唐李，乃前朝隋李。5、6时高门望族，7岁与张九龄成友，9岁与太子交。河间是吴师，王忠嗣将军是吴友，亦随叶法善师修道法近10年。圣人常召我攻辩道法真义。新设立的衙门，设立5个月了，4个月，挺好。 我却有方法能让你死罪豁免。过了今日，你便可以无罪之身，在长安逍遥自在，照顾你想照顾的人。但你要办妥一件事情，和崔六郎要办的一样。一样，他私放钱袋，超过了长安能容忍的数量，也是死罪。这既然用了他，何必再用我呀？他死了。 崔律师，推弃失察之办，令副队黄山及我及崔六郎殒命，请罪。崔履帅退下听令。若11话，今日来不及生病，六郎的身后事，我来管。
弟弟是兵，哥哥是贼，有意思。崔继久在陇右军中，刚转回长安不到半年，更知烈性，和崔六郎不一样。我要你办的事儿，办成了可活，办不成，便会如这崔六郎，在死牢里安享一日三餐的机会都没了。不过，报。崔六郎，西式部商监拓衙栏，年41岁，致命原因？遭人拔舌，失血而亡。那个呢？大力扭断脖颈。办成了就能赦我死罪，能信吗？公子已向你表明身份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不办你也活不成。多数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，但愿他不是。说吧，让我办什么事儿？这里是静安司，戡乱平镇约境，四方无事乐安。静安司是朝廷新晋密设官署，统摄整个长安贼事策划。静安司主官河间，会称执政。乃我朝3品秘书监，统管大唐明党密党。静安司在朝中地位异乎寻常。朝中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、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、光禄寺，3省6部1台945间机密要件，全在此处。徐主事，这是徐斌，你可曾知道他？张小静，万年县不良帅，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徐斌以大案读书，按我的要求在长安城内筛选合格之人，选中了你和崔六郎。你们熟知长安明暗黑白规矩，通3教9流，懂多方语言，胜心重，有牵挂，想活。贾宅出租合约，并长安县1年内户籍变动悉数调出。若10人统查，约2刻，必有结果。给你10人。徐斌痴迷以大案读书，推演真相。为接近战松案牍，他宁终身只做8品主事。静安司各35名吏员，乃我亲自从各部抽调，个个如他，行事严谨。你信他们？信。庞博士，计时了。四正，大荒落，万物是盛大出，豁然而落，故云荒落。沙盘。熙攘繁盛，光耀万年，再也没有比长安城更伟大的城市了。刚才不是听见了吗？赤盛大出，豁然而落，大荒落。眼前这繁盛啊，未必能长远。大唐的长远，有我，你只需看眼前。眼前，眼前这东西就不应该见出来。你们当官的就喜欢邀功啊！啊，城防、衙署皆在，这东西落在普通人手里，长安倒霉喽。静安司守备严密，无需多虑。长安城108坊，每300步设一望楼，望楼上5侯皆为朔方节度使所派弩兵，历经玉川战役、桑干河3捷、大破夜户部之战，目力精准，街巷动静皆在目。5侯自望楼看到长安任何异状，都以约定暗语速传静安司。静安司对任何一处所发命令，瞬息即可横跨整个长安城。此外，5侯皆身带臂征，可中230步之内任意目标。今日你在长安何处，我随时可知。想逃，是不可能的。
不是说办好了事儿就免我死罪吗？为何要逃？我眼高于顶，时刻挑剔。你若事情办得不妥，我随时请你回死牢。怎么叫办妥呢？你可听闻过狼卫？天宝2年9月初，朔方留后院传来一份密奏，狼卫首领及其部下悉数在西域失去踪迹，恐有大谋。为策防此贼，朝廷密设静安司，彻查数月，方于数日前查到了位于西市的一桩秘密交易。有人在找能铸16名假粟特商通过西市访问勘验的人，出价高达5000钱，时间便在今日4整。崔六郎作为西市牙郎，盛名在外，所以我们选了他。半个时辰前，西市开市，崔六郎引曹破岩一行入西市。狼入西市。原定的计划是让崔六郎问出曹破岩于西市下处，以4队旅分军暗中追踪，直至落脚处围捕，审讯出他们混入长安城的真实目的。但是后来出了纰漏。申通，太子的吕问军你都调得动了，怎么就让崔六郎没命了？本来很顺利的。敌伪兵粮破绽，血路少，前去抹杀。在下黄山，乃长安人士，请令先行探路。走，者，军队，是。然后呢？院外没人，院内2人看守，其余都在兵营货栈内。六郎也进去了。是。进去多久了？不到1刻。
逃走的是首领曹破岩，崔琦当即入去追击。打那么重，追个屁！对。经查，丙六货栈暗区是由店主司瓦，并未向西市署报备。此暗区连通广通区，从西市流出后，流经30多余个里坊，跨越大半个城区，故此不能知道曹破岩是从何处上岸。我要你做的，就是捉住曹破岩。入城16人，已毙15人。静安寺费这么大周章就让我捉这一个人。今日是上元节，长安百万百姓皆上街观灯。往岁曾有句“几得人脚步沾地，前行数十步”的笑话。若动兵大捕，恐引起大乱，伤及无辜，故此只能暗捉。此曹破岩若是趁今日闹事，令长安任何百姓无辜丧命，李泌都觉得难辞其咎。真是为百姓。阿爷，阿爷，拜见何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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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爷，阿爷。我是。朝朝有堂，天比万国。毁了，毁了，毁了！哈哈哈！没死，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。行商的吧，莫不是也遇上贼人了？啊？完蛋了，都死了。来，快喝吧，免得冻坏了身子。来，再喝一杯。这是什么？啊，金鱼袋，入宫用的。你是官？你叫什么？
长安交水。可惜，可惜了。不客气。送送你，上元节安康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何健若需回府休息，常远给您备车。唐啊，穿对了皮，才知道你是谁。尊家方才看着花楼，眼毁了。什么毁了？常远，狼捉到了吗？啊好，啊。你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？你只管办你自己的事，若自觉办不了，此时可明言。骆驼，听见什么没？我什么都听不见了。驼铃不响了，有人要来。你是暗桩。剑圣做不了暗桩。姐妹，我若泄露机密给你，这是逆罪，永不得赦，早晚是要掉头的。哪个鸟人下令清空的骆驼呀？是我。徐主事，记，此事因我而起，赠崔六郎家人钱10万，正业坊宅院一座。李司成，静安司无此资费吧？我给。聪明，聪明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控制得住。确实如此。阿兄，你干了什么坏事啊？和你无关。偏偏今天就有点关系。私贩过绸缎、金银器，卖过人，卖过马，帮人雇过无极守捉狼，刺杀灭口。他那么喜欢钱，是为了我，是为了我，为了帮我买陇右军旗，为了帮我从陇右调回长安。
就立15年。阿兄想让崔某从军，我们本是脱田逃籍的农户，无法登记。阿兄便替人夹带珍珠，挣钱帮崔某私买军器。那时圣人禁止外运珍珠，夹带一趟就可得500钱。阿兄以羊肠裹了珍珠吞下，如此10数趟，险些葬送了性命。此后，今年只能10根糖。不能。品味不错，金泥灰腊梅。司长，丙六货站店主的真实身份已经查到了。检验了近2年西市属税案、户部人口色一册，还有工部土方建案，查得该店主的住宅所在，李奔已经入府。1刻内应当可以将人带回。哦，还有，崔旅帅已令对证按陈门吏所述，做曹坡岩的绘影图形下发，此刻城中暗桩午后均已散到。罗王已至，等铃落鸟。站住！各去别家吧，小老要关店了。要去关大灯，晚了抢不到好位置。哥，见谅。来得及。丙六货站的店主名叫李路寇，住在西市2回曲巷甲1号，
于半年前持5万钱买下废地，重建丙六货站，此后便每月向西市署缴纳税金。然而，据工部土方录刊录，直到3个月前，该货站仍在申报外运渣土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建成之后至少3个月，其中还在动工。很有可能曹坡岩逃走时用的那条暗渠就是那个时候挖的。更可疑的是，直到天宝2年初春，李路狗的名字仍出现在景龙观施州救济的流民名录上。比10具丙六货站建造不过短短4个月，他是如何筹措到这5万钱的？苏联网络传信。这是什么鼓？今日好像响过很多次了。不知新近添了什么衙门，征用了城中防火用的望楼，鼓响就是望楼间在传递消息。今日打从西市开市就响了不少，也没见出什么事，大概就是抓着毛贼。不过听着倒是让人安心，好像有人守着咱小老百姓似的。旅边军回报，丙六货站店主李路狗全家5人已死至10日以上。死了？死因？尸体皆脖颈扭断，削去顶发。狼为首发。城中尚有其他狼狈，杀无人而不使邻居发现，动手者绝非一人。半年前给李路狗全家5万巨钱，谁给的？查到了吗？查不到。如今西市案件汹涌，背后势力盘结，无处可查。这是什么？狼为今日有大谋。到底还是爱银钱。本说今日不解生意了。尚未过午，为何不做？客是今日方到长安吗？如何？今年上元节，可不同以往，有大事儿。今年有大仙灯可看。咱大唐神将毛顺大师为圣人造了一座太上玄元巨灯，就在兴庆宫外勤政务本楼前，可神秘了。遮遮盖盖啊，据说用去了永州1年赋税，修造了1年之久。可就连圣人啊也不知道这灯最后什么样，就等今日天黑灯亮才能一窥真容。全长安啊都抢着要去看。几十亮灯？城中灯有出就放了，大仙灯要等到丑正。圣人登楼赐宴，与百官同赏。但若不早早去排队，龙武军一封兴庆宫前道路，就进不去了。小老本来不打算去的，人多容易出乱子。前2年灯节，有人在建福寺门口撒花钱，说来都可笑，就为了抢10个钱，踩死踩伤了上千人。
龙武军啊全员都出动了，可那点人在长安，就跟咸盐撒进了广通渠一样，什么也拦不住。崔律帅，在。如果让你突袭龙武军官署，你需要多少人？今日龙武军都在兴庆宫画了香会楼前布防，官署空虚，即便如此，也需死士，至少50人。右骁卫官署，右骁卫军将皆朝中高官子弟，疏于训练，拿下右骁卫官署，有24士足够。那皇城内城呢？司臣究竟何意？今日狼围入长安，只有长安余途。所得仅是余途一角，从修德坊、复兴坊，连带皇城到平康坊，城坊街道沟渠均绘制详细，特别的地方还做了标注。所标注之处，乃是龙武军官署。右骁卫抱旗营房，皇城内守备布防之所，连带右相官邸。莫不是要同时攻击这么多要冲？这么精准的图不是画给狼卫的，是画给你们的。崔六郎是想明白了，即便自己死了，也要让你们读懂，城中还藏着更多的狼卫和更大的阴谋。